曼联客场2-1逆转拿下水晶宫啊！曼彻斯特的球队就是玩。说实话，曼联这场能赢啊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就有一种蹲空顺便把痔疮拉出来的感觉，很是痛快啊！首发方面呢，曼联并没有带来任何惊喜，齐尔克则仍然出现在中锋位置，曼联期待值减1。赛前有传言说卢克肖提到左边翼位，结果是达洛特踢左边翼位，期待值减10。右路使用了姆布莫搭配迪亚洛双边锋，这只能是阿莫林的常规操作。芒特出现在了左前腰位置，这个上个视频咱们重点说过了哈。如果当下还不用芒特左前腰，只能说明阿莫林蠢。所以总的看下来，期待值并不是很高，因为对手是水晶宫。不看球的兄弟啊，可能不知道水晶宫在面对强队的时候有多烦人。水晶宫是一支标准的防反球队，球队除了壮啊就是快。他的3-4-2-1和曼联3-4-1不同，曼联倾向于控，他就是纯反击纯速度，你球权越多，他就越有威胁。什么利物浦、切尔西、维拉都没在他身上讨到便宜，就连阿森纳都差点在主场翻车。这么说，曼联客场拿下水晶宫，是不是也有争冠实力啊？神经病啊！想啥呢？本场比赛要是曼联放低点姿态，把球权更多给到水晶宫，那会踢得更轻松一点。但曼联哪能做这种事呀？毕竟是要脸的回忆型豪门球队，我找你阿莫尼过来就不是打防反的。于是比赛开始后，曼联开始大张旗鼓的发起进攻了，主要发起点就是左路，本来右路也是弱侧，左路达洛特呢在芒特带领下闭着眼开始进攻啊，齐尔克德呢也不停的往左路靠，左路推到水晶宫进攻3区没啥问题。然后呢就没然后了，禁区里也没有人，大家都挺忙的，只是不知道在忙啥。曼联右路呢那就厉害了，短头鱼不存在，姆贝沃莫和迪亚洛出现在镜头里的时间屈指可数。曼联踢到这个份上啊，基本上就意味着水晶宫距离进球不远了。这种貌似在进攻而没有实质性威胁的进攻，只能让水晶宫更加放心大胆的反击。于是右边翼位穆尼奥斯冲上去了，找到了他快乐的好基友萨尔，开始疯狂突击曼联走路防守了。而更要命是德里赫特碰到马塔塔，开场就被完爆。德里赫特吓一跳，什么庞然大物站在面前呀？哥们儿，我顶了一个赛季啊，到你这被碾压了，强度这么大。马特塔光速的在曼联禁区获得机会，说实话我并不慌，马特塔打进的概率远低于他踢歪的概率。这次他就如同以往一样在门前挥霍着机会。但是有一个人存在哈，对曼联来说如鲠在喉，那就是亚当沃顿。这小子哈一看就不想来曼联，完全没有之前踢布莱顿时候巴莱巴那样的诚意，是哐哐的拿球往曼联威胁区域送球啊，一个内部小直塞帮助水晶宫获得一个点球啊。只是马特塔那边网速不太好，马特塔倒地的时候呢有延迟，不过好在主裁判的反射弧也比较长，所以水晶宫顺势就获得了点球。曼联光荣落后，场面比分通通落后。如果水晶宫把握机会稍微好一点点，半场就会屠杀曼联。但是曼联的比赛怎么可能让你猜到走势？上半场末段，水晶宫反击路大核萨尔终于坚持不住了，因伤下场。另一个关键球员恩凯蒂亚登场了。此刻的恩凯蒂亚还处于暗中观察状态，但已经暗藏杀机。杀的是谁？杀的是本身球队的反击路。曼联在一片骂声当中迎来下半场，阵容上没做什么调整，但是心理层面上应该是进行了疏导，主要就是德里赫特。You can believe you can fly， 在阿莫林优美的歌声当中，德里赫特恢复到中场水准。当然场上位置还是发生了些许变化，姆贝沃莫更多出现在中路，也就是齐尔克德身后，充当二前锋角色，右路全给迪亚洛了。这个效果很明显啊，曼联一下子从右路碌碌无为变成了中路推进。我打你个水晶宫，意想不到，迪亚洛也终于在边路不选择多孬种了，拿球有机会就突破，勇敢逆切。虽然射门还是一如既往的水，但他就做到了定点高射炮了，和达洛特一样角度。还有之后出场的伊萨克、加克波，这4人射门冲天方向极度的统一，就跟一个师傅教出来一样。人家达洛特会的。可不仅如此，在曼联如此困境之下，他终于亮出了祖传的绝学达加迷踪步，脚步变化多端，忽而内切，忽而外线煲汤，忽而左脚踩右脚飞天，这整的芒特一下子有点跟不上了。芒特稍不留神，达特就已经不见了。因为迷踪步主打一个迷，就是让你猜不透我要去哪，迷惑对手同时也迷惑队友。芒特接球后不敢耽搁，第一时间一脚出球就让达洛特，这才跟得上达洛特 style。
达洛特拿球后，屁股窜着火就冲上去了，谁都不知道他要去哪，只能听见阵阵阴声传来。你猜我是男是女？水晶宫后卫哪见过这个场面啊？伸出腿就是一顿踹。曼联收获到18000个前场定位球。看达洛特这种表现哈，齐尔克则陷入了沉思。原来只要别人以为你不会内切，那你内切就会有用。同时无数个念头涌上心头，生鱼片其实是死鱼片，太空有空间站，太极没有空间站。落后就要挨打，挨打使人谦虚，谦虚使人进步，进步使人骄傲，骄傲使人落后，落后就要挨打。所以落后就要落后，挨打就要挨打。我悟了，睡衣我悟了，我传的歪是因为我总想着传球，我射的不准是因为我总想进球，我想要太多，所以我什么都得不到。我逐渐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理呀！看我小角度，无脑随便来一脚。曼联扳平比分。此刻场上的恩凯蒂亚慌了，怎么个回事？我还没发力呢，曼联就追回来了。快把球给我，看我停球先拜佛再推进，证明一下其实我想打篮球。看我绕前防守亚当沃顿，提前破坏进攻，怎么个回事？怎么我就单刀了？难道我注定要成为这个该死的男主角吗？哼，果然啊，命运这东西我逃也逃不掉的。此刻仿佛时间是静止的，恩凯蒂亚就想好了助攻队友应该怎么庆祝，亦或是自己进球之后该用哪种庆祝动作，然后就被曼联解围了。本场恩凯蒂亚先是安排在右路摧毁了水晶宫的反击路，而后又被格拉斯纳安排在左路摧毁了水晶宫的组织路，走到哪回到哪，我是灭霸迪亚。当时场上的局势已然不是控制，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诡异的发展。而就在这时，曼联定位球又来了，毕费用葡萄牙语跟芒特不停讨论着，而芒特则用普斯茅斯方言积极的回应着。果然皮球就有一种想象不到的方式进了。曼联一场比赛依靠2个定位球逆转比赛，试问曼彻斯特还有哪支球队能做到？此后缺阵许久的利马也登场，曼联可用之人变多了我都有点不适应了。曼联顺利拿下比赛，球迷喜出望外，嫂子有事在外，曼联不赢才怪。